从国外回来，我特地给儿媳买了她最喜欢的包包。可儿子接我时，副驾上贴着一张粉色贴纸，郭佳琪专坐，见人亲妈不能坐。我气得发抖，儿子不好意思地说：“他刚结婚，占有欲强，你注意边界感就好。”我点头，你说的对，亲母子也得有边界感，所以我的卡你们别刷了，房贷车贷我也不管了。我站在副驾边上，看着这张粉色贴纸，浑身发抖。难怪我出差回来给李达海打电话，让他来接我的时候，他那么犹豫。我当时没想太多，毕竟我之所以让李达海来接我，只是因为我这次从国外回来，给他和郭佳琪买了礼物，想着第一时间先送给他们而已。所以他不肯来，我就想打电话让司机来接，可电话还没打，郭佳琪的就打电话过来了。妈，你就在机场等着，达海马上就到。我拿着大包小包在机场等了半个小时，就等到个见人亲妈不能坐副驾的结果。我没上车，而是指着贴纸，冷着脸看着李达海。这是什么意思？李达海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而是拍了拍自己的头，一副才想起来的样子，把我从副驾门边扯开，关上了副驾的门。瞧我这脑子，你别坐副驾了，坐后排吧。上次你坐副驾的事情，让佳琪生了好久的气。不过他这个贴纸可不是针对你，这上面说的是贱人和亲妈都不能坐，但是不是骂你是贱人的意思，其他想坐我副驾的女人是贱人，你是亲妈是分开的。我这才发现贱人和亲妈之间还有一个像芝麻那么大的盒子。不过我也不傻，自然明白郭佳琪这是故意的。李达海见我不上车，也没注意到我表情难看，直接伸手把我连拉带拽的推进了后排。这是接客位，老在这站着，人家要骂你的。你不能老做这种让人家不开心的事情，更何况佳琪还在家里等你，去晚了，佳琪又要怪你了。没多会，我就被李达海拉进了家门。郭佳琪正坐在沙发上玩手机，他跟没看见我一样，对着李达海皱了皱眉。去机场20分钟，算你等位置排队10分钟，这满打满算应该也才50分钟，你为什么花了1个多小时？李达海看了看手表，我是帮我妈拿了一下行李而已。其实李达海说谎了，是我不愿意来他家，所以他在楼下苦苦哀求，花了时间而已。不过这一路上我也想了很多，我是个开明的妈妈，我不想跟儿媳妇抢儿子，因为这样为难的是儿子，受伤的是他们的家庭。我还特意上网查了，知道现在的副驾驶几乎等于是另半边床，谁要做了，谁就是绿茶，谁就是在故意破坏人家夫妻感情，哪怕是亲兄妹、亲母子也应该尽量避讳。所以我努力地克制住了自己心里的不痛快，扯出一个微笑。对，是我买的东西太多，耽误了时间而已。郭佳琪看了我一眼，目光鄙夷。妈，慈母多败儿，你少替他打掩护。你跟我说实话，李达海是不是在路上遇上什么小情人、老贱人，所以耽误了时间？听到老贱人，我难免有火，但是还是笑了笑。哪有的事，佳琪还没吃饭吧？保姆怎么不在家？郭佳琪见我这么服软，表情好了不少。那老保姆老对达海抛媚眼，我看不下去开除了。有些女人就是这样，不服老。那老保姆一把年纪了，还在家里化妆呢，要不是想勾引达海，怎么可能这样？我自然不信一个50多岁的保姆会勾引李达海，而且我见过那保姆好多次，她老实憨厚，从不化妆，在业内是非常抢手的保姆。这一走估计要被别人抢着要，所以这所谓的化妆估计就是在点我，指责我上次在李达海车上用化妆镜的事情。但是我还是开口，没事，你觉得不合适开除就开除，反正你才是女主人。你们家附近开了个新餐厅，我请你们去吃饭吧。郭佳琪没起身，而是用下巴指了指厨房。天天就想着出去吃，怎么钱是打水漂来的？厨房有菜，我的忌口你问达海，他都记在本子上了，以后你也得记着。我深呼吸好几次才开口，我不会做饭。郭佳琪有些吃惊地看了我一眼，不会做饭？那你是什么意思？要学那封建社会，让我这个儿媳妇伺候你？现在谁不知道，儿媳才是家里的宝贝，谁家婆婆在家不是夹起尾巴做人，照顾全家吃喝拉撒的？你倒好，一年到头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满世界飞，吃喝玩乐样样不落。你自己出去问问，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婆婆？我就算脾气再好，也忍不住了。佳琪，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四处飞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玩。工作？郭佳琪仿佛听见了什么很可笑的事情一般，说的跟真的一样。你都半截身子入土了，还霸占着公司，装着很辛苦，不就是想让我们依赖你吗？要真辛苦，你把公司给我和达海不就行了？正好以后你在家伺候我们去公司工作。我气得不轻，原本那些想要得过且过的想法也消失殆尽。
毕竟我本来也不是什么软柿子。一旁的李达海看出我要发火，立刻站出来不当哑巴了。妈，佳琪不是这个意思，佳琪这是心疼你，希望你当一个普通的婆婆，在家做做家务，颐养天年而已。不过这就是我们自己的看法，主要看你的意愿。对了，你不是从国外带了很多礼物给佳琪吗？快拿出来让佳琪看看啊！我没动作，我又不犯贱。我可以为了李达海的家庭和谐受些委屈，可是不代表我要跪在地上求着郭佳琪接纳我啊！眼看我没动作，郭佳琪比我还要生气。我才不稀罕，真正的好婆婆是不会天天用钱来打发自己的儿子儿媳的。说的好听是给我送礼物，但是他也不想想，他的钱不就是我们的钱？要不是他霸占着公司，霸占着钱，我需要他给我送礼物吗？我要什么不会自己买吗？这就是花我的钱买礼物给我，我又不是傻子，难道这还有感恩戴德不成？郭佳琪越说越生气，跟个机关枪一样，语速快得很。我听着头脑发胀，几乎都没怎么听清，但是几个关键字眼，什么贱人、离婚、辞境之类的，我还是听到了。李达海一个劲地哄着郭佳琪，最后他气得不行，直接朝我开口：你为什么总是要惹事呢？我在路上就跟你说了，佳琪不开心，难道你不知道吗？还不快给佳琪道歉！我根本没错，自然不会道歉。我错哪里了？我给你们赚钱，让你们啃老错了，为你们买礼物错了，还是说我坐了的车就该被枪毙？而郭佳琪没等到我的道歉，直接怒气冲冲地回了卧室，把门摔得震天响。李达海一个头两个大，他看看我，看看郭佳琪，不过他并没去追郭佳琪，而是朝着我不耐烦地说：早知道这样，我真不该把你带回家。你怎么越老越回去了？难道你就这么见不得我好吗？我知道你之前被奶奶欺负过，可是你不能自己淋过雨就撕碎别人的伞啊！他没理会我，脸都气黑了，一言一语的直接把我推着出了门。等我反应过来，我已经光着脚站在了楼道了。虽然现在天气转暖，但是没穿鞋还是冷得不行。我当即就想进门，可想到所谓的边界感，我还是没按密码，而是选择了敲门。敲了好几下，门没开，但是郭佳琪的声音却传了出来：这就是你的好妈妈吗？怪不得人家说单亲家庭不能嫁，她这么多年没结婚，早就心理变态了。估计在她心里早都把你当成你爹的替身了。当初去选婚纱，我问她哪件好看，她惜字如金，说哪件都好。我当时还觉得她是那种不插手孩子家庭的好妈妈呢。现在想想，估计是觉得哪件都不好，就故意不告诉我哪件好看，怕我美过她而已。还有上次她自己有司机，为什么一定要你开车送她去机场？她就是故意的，故意坐副驾，故意用化妆镜，特意来跟我宣战来的。你竟然还在这里和稀泥，难道你要当个妈宝男和他过一辈子吗？我气得浑身发抖。这门的隔音很好，我在门外能听得这么清楚，只能说明郭佳琪是站在门口特意朝着外面大喊的，她就是故意想让我听见的。和我想的一样，下一秒郭佳琪就大喊：在门口怎么了？听见怎么了？我就是要让他听见，我就是看不惯他那老贱人的模样。我们明摆着要他滚了，他还在门口不肯走，还在那里敲门，这算什么？难道今天晚上还想住在我家吗？郭佳琪越说越难听，我再也忍不住，直接按了指纹想要进去，可是不管我怎么按锁都没开，而是一直显示请重按手指。郭佳琪可能是喊累了，直接打开了电子门铃。你以为我会允许别的女人有我家的指纹和密码吗？我早就改掉了，毕竟你在车上能管不住自己的手，乱动化妆镜，下一步就可以管不住手来开我家的门，再下一次就有可能管不住自己的脚往我的卧室走。我告诉你，这是我家，给你5分钟时间滚出去，不然的话我就报警了。李达海也在一旁劝我：妈，你先回去吧，这件事情真的是你的错了，我们本来是要开门的，可是你竟然自己按指纹，这真的太没边界感了，你赶紧走吧。我知道郭佳琪说的报警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就算再生气也只能忍着怒气下楼，站在冰冷的地下车库给司机打电话，让司机把饿着肚子光着脚的我送回家。坐上车之后，我并不觉得愤怒，只觉得十分的心寒。我自认为是个很好的婆婆，李达海看上了门不当户不对的郭佳琪，我选择尊重祝福，出钱给两人举办了盛大的婚礼。为了不让两人觉得被管着，我特意给两人买了房子，除非两人邀请，我从没不请自来过。李达海和郭佳琪两人懒惰不愿意来公司上班，我也只是想着自己年轻还能再干几年，所以坚持着继续工作。就像是李达海说的，我年轻时候被婆婆欺负过几次，所以我想着不会让郭佳琪重蹈我的覆辙，连重话都没跟郭佳琪说过一句。郭佳琪之前也挽着我的胳膊，说我是世界上最好的婆婆，
可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我坐了李达海的副驾，用了一下化妆镜，就全部烟消云散了。接下来的日子，李达海和郭佳琪没再联系过我，而我本来也基本不会不主动联系他们，所以我们三人直接开始了冷战。我没有哭着喊着求两人原谅，这让郭佳琪很生气，所以她刻意的一天3次在朋友圈发仅我可见的动态，故意来刺激我。刚开始还只是在朋友圈转发那些什么儿子婚礼、婆婆哭得厉害的视频和评价，映射我是个把儿子当所有物的贱人。后来又在朋友圈发李达海站在面前指天发誓，说什么妈妈比不上老婆之类的视频。见我一直没反应，郭佳琪直接在朋友圈把我的照片调色成黑白，加个相框和白花，直接在朋友圈给我办葬礼。我彻底被激怒，但是我没有联系两人，而是给我的私人助理打了个电话。这电话很是管用，打出去的第2天，跟我冷战了几个月的李达海就主动联系了我。妈，怎么回事？我和佳琪的卡怎么刷不了了？我笑了笑，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我觉得佳琪说的对，我对你们管得太多了，就算亲母子也得有边界感，所以我的卡你们就别刷了，你们的房贷车贷我也不插手了。我说的十分轻巧，没有带一丝的怒气。可是李达海毕竟是我生下来养了快30年的儿子，他当然知道我越是激动，事情就越不大，我越是冷静，就说明我是真的生气了。所以李达海的语气好了不少。妈，你开什么玩笑呢？我知道这段时间我们没联系你，所以你生气了。可是我也是没办法，你上次来家里，把家里搅得鸡犬不宁，佳琪身体不好，气得好几天没起床。我是想着婆媳矛盾亘古以来就有，所以我想从中调和。为了让佳琪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我故意没联系你，在家里哄她呢。我嗯了一声，打断了李达海的话。没事，我没生气，你们本来就没说错什么，佳琪是你们家的女主人，我的确不该有你家密码，更不该坐在你的副驾用你的化妆镜，但是千不该万不该，最不该的就是给你们钱，毕竟给你们钱，你们就会有低我一等我感觉。为了平等，我只能停卡了。你看，没停卡之前我们都好几个月没联系了，一停卡你电话就打过来了，咱们娘俩就轻声细语的说上话了，可见这办法很管用。李达海的声音有些结巴。妈，我给你打电话不是因为卡，是因为佳琪已经知道错了，所以我们想着在专柜买点礼物给你送过去，让你开心一下呢。我这次是真的被逗笑了。既然是给我买礼物，怎么是刷我的卡呢？这不太对吧？李达海更加尴尬了，毕竟上一世郭佳琪还理直气壮地说什么花我的钱给我买礼物是把我当傻子哄吗？眼看李达海说不出来，我也没追问，只是笑着说，没事，礼物不用给我买了，你们还是留着钱吧，毕竟下个月的房贷和车贷就得你们自己自食其力了。话音落地，李达海也装不下去了。妈，你非要这样吗？我承认佳琪上次说话是有不对，可是事情是你先挑起来的，你是我妈没错，可是和我最亲近的人是佳琪，你做了我的副驾驶这件事情就是你过界了，你要是好好道歉，给佳琪做顿饭，事情就过去了。可是你呢？你是怎么做的？佳琪说的对，之前的好都是你装的，你就是想要拿捏我，发现拿捏不住了，就故意停我的卡，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屈服吗？我没回答，因为是否屈服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所以我只是冷漠地说，我没空拿捏你，还有，我劝你少在这里说这些激怒我的话，我现在只是停了你们的卡，不帮你们交贷款而已，你别忘记了，房子车子虽然是你的名字，但是实际出资人是我，如果你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我不介意起诉你们，收回一切。李达海气得要死，我是你唯一的儿子，你一切本来就是我的，你现在这样对我，你会后悔的。说实话，我的确后悔，我就不该接这个电话，所以我没再开口，直接挂断了电话，并且把他们拉进了黑名单。李达海和郭佳琪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发信息，我粗略看了看，无非是一些咒骂我、诅咒我的话，不过我有一颗强大的心脏，所以根本不在乎。在我拉黑两人之后，立刻联系了法务，让他帮忙起草了一份断亲协议，还把遗嘱给改了。毕竟两人这么诅咒我，万一真的一时上头，为了继承遗产直接让我出点意外，那不是得不偿失了。所以我在遗嘱内写的清清楚楚，如果死亡，所有财产全部捐给希望工程。李达海和郭佳琪1分钱都拿不到。这份断亲协议和遗嘱寄出去后，李达海和郭佳琪总算是安静了下来。我以为两人是怕了，也想着也许过几年他们知道自己错得厉害，真心道歉，真心悔过，我还是愿意再给他们一个几乎的。可是我还是想多了，我陆续开始接到了亲戚朋友甚至合作商的电话，
而这些人打电话过来说的都是一件事情。刚刚达海这孩子打电话过来，找我们借钱，我们手头上钱也不多，但是看达海哭得厉害，没办法，所以就只给了一点。我这才知道，原来两人之所以没再继续烦我，没再找我要钱，并非两人认错了，而是两人四处借着我的名字借钱。不仅仅是借钱，李达海还痛哭流涕，告诉所有人我有了小30岁的新欢。为了这个新欢，我为老不尊，听信谗言，把李达海和郭佳琪的卡给停了不说，还叫嚷着要断绝关系。因为有我寄出去的断亲书为证，所以不少人都信了，都同情李达海，又劝着我别冲动。我咬着牙挨个给人解释，一边把钱还上，一边嘱咐他们不要再给李达海1分钱。但是我也知道这样下去不是个事，所以主动联系了李达海，约着跟他面谈。信息发出去后，我立刻收到了回信。不过我在家里等到的不是我李达海，而是郭佳琪。郭佳琪也不是一个人来的，她带了好几个之前在直播公司认识的好闺蜜，一副正房上门打小三的样子，坐在了我的面前。郭佳琪见我表情有些疑惑，冷哼了一声：怎么，以为来的会是达海？你真以为我不知道吗？过去你对我的好就是装的，好让达海觉得你是个好妈妈、好婆婆，这样以后你说我坏话，达海肯定会信。但是我并不傻，我看得出，所以我才会借题发挥，让你跟达海决裂。我微微皱眉，这郭佳琪真的是被网上那些短篇小说和短剧给蛊毒了。还没等我开口，郭佳琪带来的几个帮手也阴阳怪气的开了口。虽说佳琪是借题发挥，但是他做得很对，就是今天是不小心打开了车里的化妆镜，毁了佳琪做好的记号，每天那爪子就可能忍不住乱开佳琪的门。少跟我们演什么岁月至柔，你这么恶心，对得起你老公吗？你以为你停了卡，佳琪就没办法了？难道你不知道真爱比钱可重要多了吗？看见你儿子这么爱别的女人，你心里肯定很难受吧？我不知道这些人叽里呱啦说的到底是什么，只是不耐烦地打断了他们，然后扔出一份协议。你们说那么多，也该让我开口了吧？这是……郭佳琪没让我说完，也没看眼前的协议。怎么，想让我签下这份协议，拿着钱离开达海？少做梦了，和达海在一起，我能得到整个蛋糕，我为什么要拿着一点奶油就跑？你是傻子？难道我也是傻子吗？我摇了摇头，不是，这是……郭佳琪再次打断了我。少演戏了，我没兴趣看。今天我代替达海过来，是因为达海太善良，有些话他不好说，所以由我来说。既然你联系达海，想必你是知道错了，知道错了就要改。我们也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从今天开始，你要离开公司，交出你名下所有的财产，一半给我，一半给达海。公司我和达海会接手，你以后就负责在家里伺候我们的衣食住行，做一个女人、一个婆婆该做的事情。只要你不作妖，我肯定会给你养老，让你晚年幸福的。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这是你和李达海商量的结果，让我去给你们当保姆？当然，达海什么都听我的。我笑了。那正好，我今天找李达海是让他签断亲协议，把他完完全全让给你的。之前我也给他寄过一份协议，只是他一直没签。既然你这么讨厌我，李达海又那么相信你，那你就叫他过来，把这份协议签了吧。几人这才发现，这并非是什么让你离开我儿子的保密协议，而是一份断亲协议。看着面前的协议，瞬间哑了，互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的，最后都看着郭佳琪。佳琪，这怎么办？郭佳琪没看桌上的断亲协议，脸色也变了变。不过他心理素质还是比较强的，他根本不信，还冷笑说：少在我面前玩什么欲擒故纵，这招数我在直播的时候玩得可溜了。你这么做，不就是希望我们害怕，然后求饶道歉吗？我又不是傻子，你只有达海一个儿子，断亲了以后谁养你？而且我也知道你和公公感情很好，公公死了之后，你为了照顾达海一直都没结婚。你对他这么好，怎么可能跟他断亲？只有儿子不要妈，哪有妈不要儿子的？其实也不怪李达海和郭佳琪这么自信，因为他们说的都是事实。我这一生从没为自己活过，一直都是一门心思的为了李达海。可是上次光着脚被赶出门之后，却让我动清醒了。母慈子孝固然好，可是母慈子恶，难道母亲要一直忍让吗？我先是我自己，才是母亲和妻子，所以我并没想过原谅李达海。我被郭佳琪理直气壮的样子给逗笑。我身价上亿，只要我愿意，多的是比李达海孝顺的儿子等着养我。再说了，你没看春晚吗？现在机器人那么发达，等再过个10几20年，等我真的老了，机器人就可以伺候我。机器人可不会介意我做什么副驾驶，化不化妆。眼看我没打算低头，郭佳琪和我不欢而散。
我也没有犹豫，给所有的亲戚朋友发了信息，还在朋友圈发了通知公告，甚至还特意登报说明，彻底让两人占不了我的便宜。不过很快我就发现了不对，不管我走到哪里，都有人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我只觉得奇怪，却没多想。直到有一天，新进公司的实习生小月没忍住，董事长，你看看这个吧。我接过小月的手机看了看，是个直播间，是李达海和郭佳琪的直播间。几个月不见，两人憔悴了不少，没了之前靠我养的滋润模样，整个人瘦了不少，不说年龄也仿佛大了10几岁一般。不过更让我震惊的是两人在直播间说的话。有些人可能认识我，肯定很好奇，我妈身价上亿，我怎么会在一个地下室住着，这么惨兮兮的直播。说了你们可能不信，我活了20多年，住在这里让我最安心的地方。自从我爸去世后，我妈就跟变了个人一样，小到我的穿衣打扮，大到我的交友选择，她全部都要管。在我结婚后，她更是一次一次不厌其烦地问我，到底是她好看，还是我老婆好看？到底是她在我心里重要，还是老婆在我心里重要？郭佳琪也跟着附和。是啊，上次他问我老公，如果他和我同时掉水里，我老公该救谁？就因为我老公说了句你游泳比我厉害得多，所以我们一起救佳琪，他一下子就火了，不仅把我们赶出家，还直接跟我们断绝关系。我们现在也是没办法，只能想着能不能直播稍微赚点钱，至少混口饭吃。弹幕铺天盖地的都在骂我，甚至还有人煞有介事的开始造谣。小月有些看不下去。董事长，我知道我不该给你看这个，可是我知道董事长不是坏人，我们村是贫困村，是你我们建了小学，我才有机会走出大山，所以我相信你。听着小月的话，我有些感慨，小月只不过是受了我一点点的恩惠，就可以这样毫无保留的相信我，而那个我从小疼到大的儿子，却可以脸不红心不跳的在直播间说，我妈之所以能走到这天，背后有很多的男人，我就是看不惯她这样，才会宁可什么都不要，也不低头道歉的。我感激地拍了拍小月的肩膀，然后自己的手机找到了直播间，然后把李达海和郭佳琪从黑名单拉出来，把直播间的截图发了过去。许久我也没等到恢复，我发过去一个问号才知道，原来两人把我给我拉黑了。不光如此，我发信息过去的页面很快被两人展示在了直播间。肯定是我妈看到了直播，所以又想道歉，想用钱买我们。闭嘴！如果是之前，我可能会真的答应，但是现在我真的不想大家再被她骗了。他真的不是好人，更不是什么良心企业家。劝那些年轻帅气的实习生别去，毕竟被我妈逼疯的帅哥不在少数。这话说出来，弹幕也开始变得不堪入目了起来。不光如此，在热心网友一个一个礼物的怂恿下，李达海和郭佳琪直接公布了我的邮箱和社交账号，我也体验了一把网上所说的网暴。有人诅咒我，也有人表示愿意给我当干儿子，还有人则是直接开始敲诈，让我拿钱出去，不然的话用 AI 合成我的照片视频让我出名。众人一个个都在直播间汇报自己对我做了什么，李达海和郭佳琪的表情也更加的得意，而我也没犹豫，直接给律师打了电话。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罪，立案标准是什么？直播间公开辱骂、造谣诽谤，又要被判什么罪名？电话打出去没多久，李达海和郭佳琪就在直播的时候被律师带着执法人员带走了。随着两人被带走，善良的网友们更加激动，一个个主动自发的来攻击我。你们不要搞错了，谁才是恶人？要抓也该抓那个连自己亲生儿子都抛弃的孙秀兰，怎么能抓李达海和郭佳琪？母慈子孝，要母慈子才孝，就允许极品父母吸血，不允许孩子反抗吗？但是也有如小月一般的人开始帮我说话。孙董事长不是那种人，他在公司很好，从没有做过李达海说的那些话。是啊，他可是良心企业家，你们怎么能听信李达海和郭佳琪胡说呢？事情真相根本不是这样，你们不要吃人血馒头。虽然给我说话的人不少，但是还是没人信，毕竟现在多的是伪善的人，在外面装着很好，在家就是个恶魔。而我也没打算继续戴着这个所谓的恶魔的帽子生活下去，所以我也注册了一个账号，发了一篇长文，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从最开始的坐了副驾驶，不小心打开了化妆镜说起。文章发出去后，相信的人很少，都觉得匪夷所思。不过好在我还有其他的证据，比如说我找了李达海小区的物业，找出了我被光着脚赶出家门的监控，因为那是高级小区，所以监控还有声音，把郭佳琪骂我的声音录了个清清楚楚。
又比如说，我把2人发信息诅咒我的截图发了出去，让大家看到了我是怎么被单方面的诅咒的。再比如说，我找出了郭佳琪带着好友团让我做保姆的监控，有了这些监控，一切也算是真相大白了。网上骂我的声音很快就没了，大家明白自己是被李达海和郭佳琪骗了，所以怎么骂我的又全部变本加厉的开始骂他们。不过李达海和郭佳琪根本不知道，毕竟2人已经因为违法被抓了起来。其实造谣也好，泄露信息也罢，都不是什么大罪过。可是郭佳琪为了让自己减罪，竟然的把2人计划在国外买凶绑架我的事情说了出来，这下小罪直接变成了大罪。在判刑前，我特意去看了李达海，他已经没了之前理直气壮的样子，一见到我就开始哭。妈，我错了，这都怪郭佳琪，是他说你还年轻，万一你重新生个孩子，我就完了。所以反正你也没受到伤害，而且你就我一个儿子，你就放过我吧。只要放过我，我一定和他离婚，一定好好孝顺你。你就当是看在我爸的面子上。我摇了摇头，你该庆幸你爸走得早，不然就你爸那个脾气，他估计要活活把你打死。还有，我没受到伤害不代表你没打算给我伤害，我没那么蠢，原谅这个白眼狼。李达海并不信。那你来干什么？我拿出一份文件，这份是你没签的断亲协议，我自然是来找你签这个的。李达海崩溃不已，他不想签，可是架不住我说愿意出具谅解书的诱惑。他犹豫了许久，最后还是签了字。可等到他找我要谅解书的时候，我才笑着说，哦，我是原谅你把我赶出家门的事情，造谣也好，泄露隐私也好，买凶也好，都不在我的谅解范围内。说完，我转身离开，没再理会李达海的尖叫声。在离开后，我没有像之前一样回公司，而是把公司交给了职业经理人，然后带着老公和我的合照项链上了飞机。之前我们一直都想去外面看看，可最开始的时候情况不允许，后面又没了机会。现在我不需要为李达海这个白眼狼奋斗，我也决定要开始享受属于我自己人生了。反正我还年轻。我叫李达海，今年29岁，此刻坐在看守所的硬板床上。我妈叫孙秀兰，身价上亿，而我，她唯一的儿子正在等着被判刑。事情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我想了很久，大概是从那个粉色头绳开始的。那天我妈从国外回来，我去机场接她，她坐副驾，打开化妆镜补妆，掉下来一个头绳，那是佳琪放的，用来检查有没有女人坐过副驾。我妈吓坏了，赶紧给佳琪打电话解释。我当时还想，我妈挺识相的，知道不能得罪儿媳妇。后来佳琪在副驾贴了张纸条，郭佳琪专坐，见人亲妈不能坐。我妈看见的时候脸都白了，我笑着跟她说，佳琪刚结婚占有欲强，你注意点边界感就好。她点点头，你说的对，亲母子也得有边界感。然后她说，所以我的卡你们别刷了，房贷车贷我也不管了。我当时没当回事，觉得她就是气话，过2天就好了。当了几10年母子，她什么样我不知道，刀子嘴豆腐心，最后肯定还是得管我。可这次不一样，卡真的停了。我和佳琪去商场，刷不出钱来，房贷短信催过来，卡里余额不足，我慌了，打电话给她，她在那头轻飘飘地说，不是你说的吗？要有边界感。边界感？我是她儿子，唯一的儿子，她的一切早晚是我的，现在让我刷点卡，怎么了？佳琪更生气，她说你妈就是故意的，想拿捏我们不能怂，一怂她就得寸进尺。我觉得佳琪说的对，我们开始冷战，等着我妈低头，可她没低头。佳琪急了，开始在朋友圈发尽我妈可见的东西，先发婆婆哭的视频，暗指她是贱女人，后来发我指天发誓的视频，说什么妈妈比不上老婆。最后佳琪把我妈的照片调成黑白，加个相框，配朵白花，在朋友圈给她办葬礼。我当时有点怕，说这样会不会太过？佳琪说，过什么？就是要让她知道谁才是这个家的主人。我妈还是没反应，但第2天我的卡彻底刷不了了。后来的事你们都知道了，我们四处借钱打着她的名号，我还跟亲戚哭诉，说她找了小30岁的男人，为了新欢要跟我们断绝关系。我以为这样能逼她低头，可她直接发了断亲协议过来。佳琪气疯了，带着闺蜜上门找她算账。去之前佳琪跟我说，你妈要是敢断亲，咱们就让她身败名裂。我问怎么做，佳琪说直播。我们开了直播，我对着镜头哭，说我妈从小控制我，连我穿什么都管，说她嫉妒佳琪，整天问妈妈和老婆谁重要，说她为老不尊，背后男人一大堆，弹幕全在骂她。我和佳琪看着直播间的人气越来越高，礼物越来越多，越说越来劲，最后我们把她的手机号、邮箱全报了出去。那天晚上我和佳琪数着礼物钱，笑得合不拢嘴。第2天警察来了，在直播间当着几万人的面把我们带走了。我以为就是关几天的事，可佳琪为了减刑，把我们商量过的计划全说了出来，买凶、绑架都在计划里。佳琪说是我妈先绝情的，我们只是想吓唬吓唬她。可检察官不信，法官也不信。判刑之前，我妈来看我，
我跪在地上哭，求他原谅。我说都是佳琪的主意，只要他放过我，我马上离婚，好好孝顺他。他看着我，眼神很平静。你该庆幸你爸走得早，不然就你爸那个脾气，他得活活打死你。然后他拿出一份断亲协议，让我签，我不签。他说签了就出谅解书，我签了。签完我问他要谅解书，他笑了笑得特别好看，跟小时候给我买冰棍时一样。他说我是原谅你把我赶出家门的事，造谣、泄露隐私、买凶都不在我的谅解范围内。然后他走了，我对着他的背影喊得嗓子都哑了。他没回头。现在我坐在这里，每天都在想同一个问题，他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的不要我这个儿子的？是那个粉色头绳掉下来的时候，是我把他光着脚推出家门的时候，还是他在朋友圈看见自己葬礼照片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亲手把我妈推开了，推开的那么彻底到连后悔的机会都没留给自己。明天就要开庭了，听说他已经把公司交给了别人，买了张机票要周游世界去。他朋友圈最新一条动态是机场的自拍，配文写着反正我还年轻。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他确实很年轻，比我这几个月老了10几岁的样子，年轻多了。我叫郭佳琪，今年26岁。此刻坐在我对面的是穿着囚服的李达海，他隔着玻璃看我，眼神里全是恨意。你为什么要供出来？为什么要说买凶的事？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我能说什么？说我以为那样能减刑，说我没想到会把我们都搭进去。算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事情是怎么开始的？其实很简单，我嫁给了李达海，一个单亲家庭的富二代。我婆婆孙秀兰身价上亿，守寡多年，就她一个儿子。刚结婚那会儿，我觉得自己赢麻了，老公听话，婆婆有钱，房子车子全款，以后公司也是我们的，这不就是人生赢家？可后来我发现不对劲，婆婆太年轻了，50多岁的人保养得跟40出头似的，满世界飞，穿得比我还时髦。公司她也不撒手，天天工作，其实就是不想让我们掌权。我跟达海说，你妈什么意思？钱不给全不放，让我们当一辈子寄生虫。达海说，他就是那个性格，你别多想。别多想，那个粉色头绳是我故意放的，网上都说了，副驾驶是老婆的专属领地，谁坐谁是绿茶，我就是想看看他有没有边界感。结果他真做了，还用化妆镜，我当时就炸了。达海还替他说话，说什么他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他都多大年纪了，这点分寸不懂。我让达海在副驾贴了张纸条，郭佳琪专坐，见人亲妈不能坐。他有点犹豫，说这样会不会太过？我说过什么过？你妈要是识相，就该知道以后离你远点。后来她来家里，我更来气，不会做饭。她一个当婆婆的不会做饭，那意思是让我伺候她，我当场就怼回去了。现在谁不知道，儿媳才是家里的宝贝，谁家婆婆在家不是夹起尾巴做人？你倒好，吃喝玩乐样样不落。她脸色很难看，但我才不管，我要让她知道这个家谁说了算。最爽的那天是我把她赶出门，她光着脚站在楼道里敲门，我不开，我故意站在门口大声骂她，让她听清楚。怪不得人家说单亲家庭不能嫁，她这么多年没结婚，早就心理变态了。她就是故意的，故意坐副驾，故意用化妆镜来跟我宣战。达海在旁边一句话都没替她说。那天晚上我爽得睡不着觉，觉得我终于赢了，把这个老女人踩在脚下了。可她竟然停卡了，真停了，房贷车贷全不管了。我和达海懵了，刷不出钱来，催债的电话天天响，我们开始冷战，等着他低头，他不低头，我开始在朋友圈发东西，先发婆婆哭的视频，暗指她是贱女人。后来发达海指天发誓的视频，说什么妈妈比不上老婆，她没反应。最后我想了个大招，我把她照片调成黑白，加个相框，配朵白花，在朋友圈给她办葬礼。达海有点怕，说这样会不会太过？过什么？就是要让她知道谁才是这个家的主人。第二天，达海的卡彻底刷不了了，我们开始四处借钱，打着他的名号。达海跟亲戚哭诉，说他找了小30岁的男人，为了新欢要跟我们断绝关系。我以为这样能逼他低头，可他直接发了断亲协议过来，我气疯了，带着我那几个直播公司的闺蜜上门找他算账。到了他家，我趾高气扬地坐下，等着他求我，结果他扔出一份断亲协议，让我叫达海来签。我笑了，少来这套，你只有达海一个儿子，断亲了谁养你？只有儿子不要妈，哪有妈不要儿子的？他看着我说，我身价上亿，多的是比达海孝顺的儿子等着养我。我当时不信，现在想想我真蠢。后来我们开了直播，达海对着镜头哭，说他妈控制他，嫉妒我，背后男人一大堆。我跟着附和，添油加醋，弹幕全在骂他。我们把他的手机号、邮箱全爆了出去。那天晚上，我和达海数着礼物钱，笑得合不拢嘴。第二天警察来了，在直播间当着几万人的面把我们带走了，在看守所里。我害怕极了，我知道造谣泄露信息判不了几年，可我怕坐牢，一天都不想坐。
提审的时候，检察官问你们有没有更严重的行为？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减刑，只要我主动交代就能减刑。我说有，我们商量过买凶绑架他。检察官眼睛亮了，具体说说。我全说了，什么时候商量的，怎么计划的，找的谁，我以为这样就能戴罪立功，可我不知道这一说把我们都送进了深渊，小罪变成了大罪，绑架预备够判好多年。达海知道后，整个人疯了。你为什么要说？为什么要说？我哭着说，我想减刑啊，我想早点出去。减刑？你把我们都减进去了。隔着玻璃看他，我才发现他眼里已经没有爱了，只有恨我当初挑拨，恨我把事情闹大，恨我为了减刑把他供出去。开庭前，孙秀兰来看了达海，没来看我。听说他签了断亲协议，然后买了机票，周游世界去了。而我，郭佳琪26岁，等着被判刑。我每天想的最多的是那个粉色头绳。如果我没放那个头绳，如果我没在意他坐副驾，如果我没在朋友圈办那个葬礼，是不是一切都不一样？也许她现在还是那个给我买房买车让我刷卡的冤种婆婆，也许我还是那个赢麻了的儿媳，可现在呢，她年轻漂亮的环游世界去了。我和她儿子穿着囚服等着法官宣判，这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事吗？